美女真正隐秘的地方不是身体，而是欲望，是她们那张清纯脸蛋的漂亮背后藏着的连她自己都不敢承认的3个对男人的本能欲望啊，3个。凭什么那些各方面条件都不如你的男人能够在3天左右就能够跟美女确认关系啊？一谈个3-5年，而你3个月给他花了6位数啊，甚至连8字都还不到1撇。无非就是因为有人是在攻略女人，而有的人会去激活女人的渴望，让女人去反过来去占有她们。这个社会上真正的优质长久关系呢，一定是女追男。那今天焦哥想要给你们揭秘的这3个女人最隐秘的情感渴望，是要告诉你如何去激活，让女人对你产生恐怖的占有欲啊。包括思维导图呢，我也给你们先放这儿啊，有需要的兄弟可以自行截图。我们直接开始。首先第一个点啊，就是女人要的不是恋人，而是熟人。所以你在跟她沟通的时候呢，你要多用判断代替询问啊，制造你跟她很熟的这种错觉。普通男人跟女人的接触呢，那叫一个端正啊，真的是唠嗑永远是老3样。今天顺利吗？你今天吃啥呀？啊，周末去哪儿玩啊？而那些顶级强男他是不会这样的。他第一次跟女人聊天，他就会跳过所有的安全距离，他会用一种老朋友的这种口吻去跟女人交流。他不会去问说你工作忙不忙啊？他会直接跟你讲什么？你肯定是个工作狂。他不会问说周末你有空吗？他会直接说这周末该不会某人又要在家宅2天吧？我直接来接你吧。看明白了没有？强男会用判断去代替询问，他是一定不会去问女人问题的，因为你一询问就暴露了你是想要了解他的，你对他是有兴趣的，而你用判断去代替了询问，他就制造了一种我好像跟你很熟的这种错觉跟亲密感。毕竟人性呢，它是这样的啊，人都是很讨厌去自证的，所以女人会厌恶你的询问，女人会讨厌那种查户口式的聊天，但是同时人呢又会恐惧自己被看穿，所以甭管你说的对与不对，他都会出于本能的去反驳你啊，他会让你别瞎说啊，或者说他会说你猜错了啊，我不会在家躺2天的啊，甚至他会表现出一种比较反感的一个假象。当然我告诉你们，这是好事哦，因为他反驳就是在跟你较劲儿，较劲儿就是投入，投入就是上套的开始。所以这一步的精髓是什么呀？就是打破正常社交的预热期，直接把关系拉到熟人的一个档位，进行情绪上的交互。其他男人还在吃了吗？睡了吗？在等女人产生好感，但是你呢，已经跳过了好感这个环节了，直接从情绪上去建立链接。OK， 然后就是第2个点，女人要的不是一个懂她的男人，而是一个捧她的男人。这个捧不是吹捧，也不是什么事都顺着他，而是说你能够兼容他，你能够接住他的一些情绪和困难。所以说你一定要在关系的初期去快速建立只有你能够捧住他的一种幻觉。为什么一定要是去快速的建立？因为任何关于优质异性的竞争本质上都是跟时间赛跑。一个女人的一生至少有2万个契合她的男人，只有最先冲锋的男人能够拿到结果，哪怕之后分开了，女人也会一辈子记得你这个第1名，而剩下的19999个人全部都是陪衬。所以你不需要去慢慢的培养感情，慢就是输啊！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他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接得住他的男人。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先把这个坑给占了，之后你再去慢慢的优化细节，再去慢慢的升华关系，这种先快后慢的这个战术才是正确的。那怎么做呢？不接话题，去接情绪啊！他跟你说工作压力大，你就不要像其他男人一样说别累着自己的，注意休息，多喝热水。这是在接话题吗？这是无效沟通。你要去说什么？你这种人啊，就是太有责任心了啊，什么事都自己扛着。你以为你自己是超人啊？带着点责备的语气去给他一些正向的情绪反馈，他一听心里面可能就会觉得说有点小暖和，对吧？就会觉得你这个男人soul mate 啊。再比如说他跟他的家里面这种关系处的不是很好你不要跟其他人一样说体谅父母没事嘛，就少跟他们沟通嘛或者说什么我照顾你没关系，我们怎么样。你要去说什么？你是不是从小就这样你父母那我都猜到你可能从小什么事都自己扛吧，真的是可能就没有人站在你这边过他一听可能眼泪都要下来了，因为你不是在共情，你是在奉承他
而且一点贬低意味都没有，你是在接住他的情绪，然后把他的情绪放大，然后让他发泄出来，然后告诉他说你能看到他的情绪，你能兼容他的情绪，你发现了他内心深处那个不被理解的那个小女孩。你要是能把这一点给做好了，那你跟其他男人的差距，我可以说直接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你就很容易成为女人的 soul mate。 当然我给你们举的这些例子比较片面啊，自己扩大，举一反三好吧。其他人很难做成灵魂伴侣的啊，灵魂伴侣这个东西是女人最扛不住的，因为大部分女人不需要男人懂她，她需要的不是肚子里的蛔虫，她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让她卸下防备和伪装的沙发。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女人找了一个既不帅又没有钱的。 OK， 那我给你讲一下第3个点，女人不需要爱她的男人，她只渴望一个会用她的男人。哎，这是最狠的一步了，也是最危险的一步，是不是很反常识？也就是说，你想跟他建立长期的优质关系，你就一定要跟他绑定一种利益上的利用关系。这个利益呢，不是说钱来钱往的那么去很肤浅啊。真正聪明的男人从来不会用 money 去绑定对方，他绑定一个女人用的是时间、青春、人性。他会想办法让女人为他做事，小到帮他做一顿饭，大到协助他去搞定工作上的事儿。而且他不会傻乎乎的直接求助，而是用那种我没办法了，只有你能帮我，你在我心里就是最厉害的啊，就那种语气，让女人心甘情愿的去扑向他。就比如说可能你在某一个加班的晚上啊，你就跟他说，宝贝，我现在心里憋得慌，我真的好想马上见你一面啊。但是呢，他又不会主动的去找女生而是说，哎，我现在加班抽不开身，我现在觉得真的是很难受，憋得很让女生她自己干嘛？坐车来接你。这是在干嘛？让女生产生沉没成本。再比如说他会说什么，我不讨厌拜金的女生，我只讨厌想白劈我的女人。大家都是成年人，空手套白狼这种想法太幼稚了。又或者说甜言蜜语我听得太多了，山盟海誓呢我也见了不少，我年龄也到了，我现阶段更需要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这些是在干嘛？反向给女孩子立规矩，让她加注对你的情绪陪伴和物质投入。我们不要觉得说这么说感觉好像很现实，或者说觉得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格局太低了吧。大不了你就再加一句话呀，我不是在给你要什么东西啊。如果说我能有这样被得到的感觉，被反馈的感觉，我会更愿意给你提供更多。你要这么去给他加一句不就好了吗？对吧？大大方方的你要知道女人她不会记住那个为她一掷千金的男人，她只会记住那个她为之跋山涉水的男人。因为女人骨子里都有一种拯救欲，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母性。而当一个各方面都很强大的男人向她透露出自己很需要她的时候，女人内心就会觉得很爽，因为她的价值被你认可了，她的存在被你需要了，只有她能够拯救你了。那这种变态级别的成就感和价值感就能够俘获任何一个女人。而只要一个女人为你付出一次，她就跑不掉了。因为人有一个心理机制叫做自我说服，他会去想什么？我为这个男人费了心，那他一定值得我费心。我为他得罪了人，那他一定值得我得罪人。他投入的越多，他就越会说服自己离不开你。这也是顶级强男的攻心战哦。他从来不会去绑定某一个女人，而是让女人自己来跟自己绑定。OK， 听到这里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好像也没有什么好难的但我告诉你们，大部分男人就算知道了正确答案做不到，因为只要到那个节点就忘，或者说不敢。他不敢一上来就跳过热身期，他怕女人觉得说他是轻浮的，他不敢去让女人为他付出，怕把这个女人给吓跑吧，就玩脱了，怕失去，怕失控，怕失败。甚至还有很多兄弟会想着说，哎呀，我还是真心换真心吧，我还是多付出点吧，毕竟她是女人嘛。OK， 这部分兄弟我告诉你们是没毛病可以玩真心，但玩真心的门槛是最高的，谁都有真心。你的真心和路边下象棋那个大爷的真心，在女人眼里是没有区别的。区别在于你的真心是怎么递出去的，你是哭着递出去的呢，还是笑着递出去的呢？你是跪着递出去的呢，还是站着递出去的呢？你是让他花钱买的呢，还是白送出去的呢？强男递出去的东西永远都是有价码的，他不会自我感动，他只会用最冷静的头脑去算计整个世界。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呀，
这么麻烦吗？啊，那我不要优质关系了，那我就玩短期，我就单着吧，啊，随缘吧。我想问你啊，兄弟，你想不想赢啊？你难道不想让你喜欢的女人也像那些傻女人一样为你上头，为你花钱，为你患得患失？你想不想在感情里面不做那个哭的人，而是做那个被追让别人为你哭的人？如果你想，你就得学习思维，学习人性，学习认知。这个世界上聪明的男人永远比老实的男人过得好。所以你现在有2个选择啊，要么继续用你的那套掏心掏肺的方法，被那些不如你的男人抢走你想要的女人，抢走你心目中的白月光，然后你继续深夜一个人 emo 啊。要么呢，你就发狠的去提升，去进化，去蜕变，对自己狠一点，世界只会奖励勇敢的人。 OK， 听了这么多，教哥是干嘛的？带兄弟们用人性征服异性，用实力主导关系。